生中有一个恶梦。如果时间可以倒流，我希望。各位来宾，各位朋友，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最近的新闻人物刘先生。大家想不想知道他是如何在荒岛上生活了10年？想不想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？那么，就让我们用掌声和欢呼声，请刘先生为我们讲述那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吧。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刘飞。我相信大家对于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都很好奇，当然，生活中也不乏喜欢探险的人。不过，我想对大家说的是，千万不要相信故事中和小说中描述的那些故事，因为真实的荒岛生活真的像地狱和噩梦一般，死亡的阴影随时笼罩在你的身上，稍不留神便会客死他乡。说实话，这是我不愿意回忆起来的一段过往。如果有可能，我宁愿当年不参加那个活动。挑战荒岛30天活动即将开始，参赛者集合之后，由栏目组统一送达指定地点，进行为期30天的生存挑战。期间由个人定制求生方式，挑战成功者将获得10万元奖金，每位参赛者奖励1部卫星电话。如果坚持不住，可以随时退出比赛，确保自己的生命安全。报名方式请致电88888888。我去，居然还有这种好事！挑战成功给10万块钱，老田，你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？电视台应该不会放假消息吧？就是不知道限不限制报名人数。你怎么我去跑这么快？恭喜你们8位探险者获得了本次荒野求生的资格。接下来我将为各位讲解一下本次活动的规则。本次活动，大家挑战的不是同一个岛屿，而是处于同纬度的各个小岛，而这些小岛都是属于荒无人烟的状态。不过大家也不要担心，我们会给大家每人配送500毫升的水和2包压缩饼干，还有一个急救包。安全保障的话就是卫星电话了，大家一定要保管好。最后重申一次，如果坚持不住或生病原因不能继续比赛，将有医疗队及时救援。当然，挑战过程中也有一定的危险因素，比如凶猛的野兽等等，所以每个人都要签订合同和保险。接下来，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船舱的客厅里面签署，并且给各位配发道具。刘飞，你听到了吗？活动规则说的是咱们不在同一个岛上，我有点不想参加了。害怕吗？可是挑战成功了有10万元的奖金呢。兄弟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，但我是一定要参加的。这么多年也没有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，也没赚到钱，如果能挑战成功的话，也能开个小超市，做点小买卖。我相信你可以的，走吧，咱们去找船长。签了合同就可以去休息了。按照预定时间的话，咱们今天晚上应该就能到荒岛了。小哥哥，能不能给我们多配置一些食物和淡水啊？毕竟我们都是女孩子，相对男生来说要柔弱一些呢。是啊，小哥哥，你就多给咱们一些装备吧。晚上我在房间里等你哦。等什么等？你别骚里骚的，整点正能量比啥都强。咱们这正在直播呢，观众朋友们可都能看见。那什么，比赛都是公平公正的，每个人的资源都是一样，男女平等。好了，去吧。小妹妹，晚上在房间等我啊。去你妈的！你好呀，我来签合同和领物资。好，合同就在茶几上，你自己看看。签好合同之后，我再给你们统一分配物资。按照既定时间，咱们今晚就能到地方。我很看好你哦，希望你能取得一个好成绩。我清晰的记得，那一日白天的天气真的很好，蓝天白云，海鸥在游轮的后方不断的飞翔着。我们坐在甲板上就这样看着日落，不得不说，风景真的很美。但是到了傍晚，一切都变了。救命啊！我不知道自己在海上漂了几天，或许是求生的本能吧。我抱着一块木板，我在这次暴风的海难之中没有被淹死。当我醒来之后，就发现自己已经在那座无人的荒岛之上了，而所有的物资，包括卫星电话，都丢在大海中了。这是我迄今为止都不愿意回忆的噩梦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螃蟹？居然还长着人的脸，难道是人脸厚礼蟹？那是什么？喂，你怎么样了？你还好吗？死了！这个人居然被淹死了！哎，怎么办？还是随便挖个坑，把他埋起来吧，入土为安。虽然我们素不相识，但还是不忍心见你曝尸荒野。这位兄台，如果你在天有灵的话，保佑我能活着离开这座小岛吧。那天晚上，我用在尸体上搜到的打火机点燃了一堆篝火。我的肚子饿得厉害，所以我决定去海边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吃的。沙滩的礁石上附着了很多生蚝，个头很大，比我的手掌还要大。
短短几分钟我就找到了6颗，我把它们都放在口袋里面。我可真的是饿坏了，我现在的身体很虚弱，怕吃坏肚子，所以尽管我很想生吃了这些生蚝，但考虑到自己的体力恢复，还是等烤熟了再吃。生蚝被烤得滋滋响，大概烤了10分钟左右，我再也忍不住。那天晚上的夜色很美，星星很亮，这一顿我吃得非常满足。看来这座小岛资源丰富，可能是含有人迹的原因吧。一切都保持着原生态，海鲜很多，个体也很肥大，这也透露出了一个好消息：短期内我应该不会被饿死。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，我不禁想到和我一起来参加比赛的那些人，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死了。所以当我躺在草地上睡觉的时候，我开始筹备下一个计划。我打算建造一个庇护所。从温度上判断，我目前身处的这座小岛应该属于热带风气候。热带风气候的明显特征就是四季不明，春冬干旱，夏秋多雨。而现在，我必须要找一个地势高的地方将庇护所建立起来，以免被海水涨潮淹到。该死的臭螃蟹，居然趁我睡着来夹我的鼻子，呜呜，好疼啊！该死的臭螃蟹，让你夹我，今天我就把你给烤了呀！小岛上的地形十分的复杂，有平原，有密林，地势波岩起伏。今天我的任务就是建造一个庇护所。我用了一片薄的石头和折断的树枝做了一个锁，还挺顺手。我准备砍一些木头。我本来以为建造庇护所很简单，但实际上远比想象中的要难。我用了3天时间才收集好了搭建木屋的木料。看着自己搭建好的木屋，我第一次有了想哭的感觉。以后这就是我的家了。我的手因为砍树和建造木屋的时候被划伤了，伤口有点发炎，所以暂时不能进行体力劳动。接下来的那几天，基本上每天就去海边捡些。大概过了4、5天左右，发炎的伤口已经结痂了，所以我准备去密林那边探索。可能是老天眷顾吧，我居然找到了淡水资源，就是这里。当时我真的开心坏了，有了这些淡水资源，我真的可能会在这里活下去。接着，路边我又发现了一些野生的水果，虽然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但吃起来味道酸酸的，甜甜的。这个小岛的资源还挺丰富，海边的礁石上不仅有海鲜，山上还有野果，并且还有淡水，真不错呀。不过就是可惜了，这里没有任何的烹饪工具，还是采摘一些果子回去吧。顺便沿着海岸线走一走，没准会有一些收获。傍晚时分，我回到了庇护所，在海岸线上，我捡到了一个塑料瓶子，我准备用它来装淡水。不过我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，那是因为我早上临走的时候，挂在木桩上的3只厚礼蟹不见了，而且地下居然有一些脚印，看起来像是野兽的，这让我有些担心。不是吧？谁会偷我的厚礼蟹啊？树桩也不低啊，这怎么拿到的？奇怪啊！嘿嘿，闻着就香。这海岛上好多厚礼蟹啊，平时这么大的螃蟹，至少得卖300块。什么声音？什么人？谁在那个地方？奇怪，怎么啥也没有？难道是野鸟？那是什么？野人还是大狗熊？太吓人了吧！刚才那个家伙绝对是一头熊，但目前我的身边只有2把用石头做的斧头，遇到大型猛兽可以说一点用都没有。做弓箭的话，没有合适的弓弦，造成的破坏力可能连动物的皮毛都无法穿透。不行，看来明天要做一把实用的长矛了。早上摘小西瓜的地方，隐隐约约好像看到有一些竹子。不错不错，竹子削尖了就是最简单，也是最实用的武器，如今也算有一定的自保之力。去海边找点厚礼蟹试试。要是我的庇护所被狗熊给盯上了，那绝对不是一件好事。所以我准备吓一吓这个家伙。这天晚上，我一如既往的在火堆上烤着厚礼蟹，我则躲在了一处草丛之中。没过一会，这个家伙就来了。野兽一般不都是靠谱，为什么这个家伙见到火光反而会过来偷我的螃蟹？我怎么也想不通，他就在我面前把螃蟹给偷走了。最终是理智战胜了愤怒，我始终没敢出这个草丛，因为我判断了一下，我应该打不过他。不过这个家伙好像挺有意思，还给我丢了一条鱼。我觉得他应该是发现我了，因为在我抬头看他的时候，他居然在对着我笑，只是那种表情，我觉得很奇怪。我觉得他应该是有一些智商的，
不然不会丢下一条鱼给我。想到这里，我顿时松了一口气，有智慧就好，这样最起码它不会贸然的攻击我。后来我把这条鱼烤了，说实话，来到荒岛上已经1周了，这还是第一次吃烤鱼，这条鱼真香。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，我除了吃饭睡觉以外，全都在砍树，吃饭也都是清一色的厚礼蟹和古二代。因为在这里经常锻炼，我的肌肉也有了很明显的增长。我发现小岛上每个月会有2次大规模的涨潮。这天早上，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大铁桶，这是我除了见到一个矿泉水瓶之外的另一个海洋垃圾。我试了试，并不漏水。不知不觉来岛上半个多月，这段时间我已经储存了足够多的木料。接下来我就要把我的木屋改造一下，因为每次下雨的时候都会漏雨，搞得我浑身湿漉漉的，非常难受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准备在外面做一个木桶围墙，这样就不用担心会有野兽闯进来了。以后这就是我的家了，不错不错，这么多天的辛苦没有白费。这天我正在烤螃蟹的时候，又发生了一件事。那个经常偷我螃蟹的狗熊没来。往常晚上我烧烤的时候，它都会过来，远远的看着我。我烤好了之后会扔给它，它会给我扔一条鱼作为交换。不过今天它却没来。正当我烤好了，准备吃螃蟹的时候，忽然发现我的木屋那里传来了奇怪的声音。是一个小熊，这个大狗熊带了一个小狗熊，还把小狗熊放在我的木屋旁。看到我之后，它就跑开了。和我想的一样，这个小熊骨折了，它的腿断了。老熊应该是想让我帮它治疗一下。哎，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，我居然从一头熊身上感受到了浓浓的母爱。小家伙，我来替你用树枝固定一下腿，我帮你治疗一下吧。好了，小家伙，你不要乱动，过一阵子应该就会好了。我给你起个名字，你就叫坤坤吧。坤坤，你在这里待一会，我去把刚才烤好的螃蟹拿过来，咱们一起吃。坤坤啊，你妈妈还挺爱你的呀，我也想自己的妈妈，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。我都已经失踪快1个月，他们肯定很着急，很伤心吧？快吃吧。坤坤啊，我要睡觉了，你也别乱动了。坤坤啊，你就在这里看家知道不？我去采摘一些水果，顺便再布置一些陷阱。这是我之前砍树的地方，这一片密林现在也变得清晰可见。上次砍树的时候，我发现这里有很多鸟，于是我在想，能不能掏一些鸟蛋下来。刚才飞走的那只鸟还挺好看的，不知道有没有鸟蛋，上去看看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这个鸟窝一共有3个蛋，我只拿走2个，还剩下1个，也算仁至义尽。刚才草丛里面窜进去的是什么？小松鼠还是小兔？这地方这么野，不会是小野猪吧？那还要不要继续往前走？算了，还是小命重要，不继续往前走了。本来今天就是来探路的，在这里挖几个陷阱就算也行了。好像要下雨，明天再过来看看。我可真是个天才，这样一来，就算是人也看不出有陷阱的痕迹了，更别提小动物。嘿嘿，如果能抓到小兔子就好了。回到木屋之后，天下起了大雨，看到坤坤被雨淋得呜呜叫，我连忙抱着他回到了木屋里。小家伙冻得直哆嗦，我把他抱到了怀里，可能是感受到了温暖吧。闹腾一阵之后，坤坤睡着了。哎，我感觉自己变成了老妈子。岛上的天气很恶劣，说下雨就下雨，一点征兆都没有。我有点担心早上刚做的陷阱会不会被雨水冲走。这场雨一共下了2天，雨停了之后，我就迫不及待的来看我的陷阱，希望能有所收获吧。让我大吃一惊的是，没有捕捉到兔子，反而捕捉到了2只野鸭，这让我有点懵。野鸭不是在水里的吗？怎么会跑到陆地上，还会进入我的陷阱？我有点恍惚，不过我又想了起来，这片林子里面有淡水，可能野鸭就是从那个地方过来的吧。哈哈，没想到居然还有这种收获。这2只鸭子，我并不准备把它们给吃了，因为我有一个好的想法。坤坤，我警告你，这鸭子是我养的，如果它们能下蛋生小鸭，那咱们就有肉吃了。你可不能把它们给吃了，晓得吗？坤坤这个家伙好像第一次见到鸭子，他呜呜的叫着，
我也不知道他说什么。看我不让他动小鸭子，他还在地下耍赖，跟小孩子一样，可爱极了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就有了2只鸭子和1只坤坤，它们陪伴了我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是我心灵的寄托，让我在荒岛上有了一丝情感和活下去的希望。那请问刘先生，你的食物就一直是你所说的厚里蟹和古二蛋吗？之后你又遇到了什么呢？当然不是，如果仅仅是这样，那也不能叫荒岛危机了。这2只鸭子我养了大概2个月时间吧，鸭子终于下蛋了，并且孵出了1只小鸭。小鸭子并不像2只大鸭子一样，反而跟我很亲近。每次只要我喂食的时候，它都会第一个来。我给它起了个名字，叫小杰。我现在的饮食方式很原始，除了烧烤就是烧烤，没有其他方式。我有点腻了，所以我决定烧制一些陶器。我用上次在海边捡到的铁桶，在林子里挖了很多黄泥。我准备做几个碗和1个鸭子用的食槽。不过很可惜，我的第一次烧制失败了。我把崩裂在地下被烧断的土片捡了起来，能看到这块土片中间有一点点磁化，可能是因为泥土不够粘。我记得以前看电视节目中炼制陶器用的都是粘性比较强的黄泥土，还有就是温度不够高。看来烧制陶瓷还没那么简单。而不到万不得已，旁边这个铁桶我还不能把它分解了，因为铁资源比较重要，说不准将来哪一天就会用到。坤坤，我告诉你，你恶不恶心啊？整天除了抠屁股就是抠脚丫子，再让我看见做这种低俗的事情，我真的揍你！你干嘛？还想跟我比划比划？跑什么跑？说你2句你还不乐意了？你个笨熊！哎，不知不觉，我在这片荒岛上已经生活3个多月了。从最初来到荒岛上的那种恐慌、痛苦和孤独，到现在的适应，我已经坦然接受了现在的一切。而且经过这3个月的努力，我不仅有了安全的木屋，还有了较为稳定的食物，当然基本上都是古二蛋和厚里蟹，以及一些小水果，并且解锁了一片相对安全的范围。总体来说，目前的一切都按照好的方向在发展。我还不能去更远的地方，因为一旦去了更远的地方，我就不能及时返回。在外面过夜的话，会遇到未知的情况。我无时无刻不想改变自己的生活。当然，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海岸线上搜索海洋垃圾。很幸运，我在海岸线上发现了一艘破旧的皮划艇，想来是随着海浪飘过来的。虽然它已经不能使用了，但是皮划艇的皮垫子以及部分铁丝刚好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。没错，我准备用铁丝和竹子做一个鱼竿，用来钓鱼。但可能因为我的钓鱼技术太菜了，钓了好久也没钓上来一条，最后气得我连蒸8个厚里蟹才回去。小鸭子长得很快，转眼间小杰就长得跟大鸭子一样了。但除了小杰愿意靠近我之外，大鸭子见到我来了，还是跑得很远。这天晚上睡着了之后，忽然我听到外面发出了野兽的低吼声。大晚上的，谁会翻到木屋里面来呀？喂，什么东西？我警告你，你别过来，过来我囊死你！那是什么东西？像狗又不像狗，难道是野狗？居然咬死了我的1只鸭，幸好不是小杰。不过这个仇我记下了，我决定在鸭舍这里做一个陷阱。这次是野狗，如果下次来了个豹子豺狼，咋办呢？看来这木屋还不算特别安全，我要加固一下。谢谢你，坤坤，你干得不错。如果不是你，那头野狗肯定会攻击我。谢谢了。坤坤虽然是一头熊，但经过了这件事，我感觉我们的关系亲近了很多。或许是鸭舍被野狗袭击了，导致我一晚上都没睡好，直到第2天天亮，我才悠悠睡去。自从那天晚上被野狗咬死了1只野鸭之后，我一连好几天都没有睡个好觉，生怕晚上还会遇到有野兽来偷袭我养的家禽。而那只被咬死的鸭子，当然也成了我和坤坤第2天的午餐。其实说实话，每天都吃烧烤，真的会很腻，尤其是在缺乏各种调味品的荒岛上，我真的是难受极了。所以这天，我决定走远一些，看看能不能有一些其他收获。这边的密林不知道是通往何处，我决定去看看，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危险。于是我把斧头拿了出来。我沿着密林的一端径直的往前走，忽然发现有2株奇怪的植物，上面的果子和花椒有点像，于是我摘了尝尝，又涩又麻又辣。我以前在树上见到过花椒的样子，但是看着眼前的这植物又不太像，我觉得可能是野生的花椒吧，于是摘了一些放在口袋，准备回去晒晒，然后用石头再砸成粉末。这样一来，我就多了一份调味品。看来今天还是有所收获的，继续往前走，看看还能遇到什么。我的妈呀，这怎么会有2头灰熊在打架？为啥呀？
那是什么？蜂巢？我明白了，这2头熊应该是在抢蜂蜜。难道这片林子里有蜜蜂？不行，我得赶紧走，不然一会被这2个家伙发现了可就惨了。我得小心点，如果能找到蜂蜜的话，那可就太好了。看来我的运气还不错，我在密林靠近海岸线的一处树丛中发现了2个蜂巢。在来这座荒岛之前，我曾经见过网上有一段关于养蜂人的采访，意思是说只要不是用力的捏疼小蜜蜂，蜜蜂是不会主动蛰人的，当然大黄蜂除外。当我看到这些小蜜蜂的时候，我抛却了之前想摘蜂蜜的想法，而是有了一个更为大胆的计划。没错，就是驯养蜜蜂。之前在海岸线上拆掉破旧皮划艇后收起来的皮垫和铁丝，刚好可以做一个蜂箱，而且只要驯养成功，那我便有了源源不断的蜂蜜可以吃了。我越想越激动，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，因为养蜂最重要的就是将蜂王捕获，只要囚禁了蜂王，那么整个蜜蜂家族都会跟着蜂王跑过来，那么计划也就算成功了80%，剩下来的事情就是伺候好蜂王，不造成跑蜂就行了。拿定主意之后，我准备先按兵不动，在这里做好了计划，连忙回到了我的木屋，将之前的那个大铁桶带过来。而且密林里面刚好有2个蜂巢，所以只要我将它们都装到铁桶里面，应该就大功告成了。嘿嘿。哈哈，好纯正的野生蜂蜜啊，好吃好吃。这种味道感觉并不是特别甜，而是那种来自花朵的浓浓香气，和之前买过的野生蜂蜜完全不是同一个感觉。我轻轻地将这个蜂窝放到桶里，然后去捣鼓另一个蜂窝。不过另外一个蜂窝特别的坚固，我用棍子捣鼓了好多下，才算将它们都摘了下来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我便狂奔回我的木屋。后知后觉地发现，我的胳膊被这几只蜜蜂蛰到了，看起来特别肿胀。坤坤，这是新摘的蜂蜜，过来尝尝。坤坤应该也是第一次吃蜂蜜，一大块蜂蜜被他一口就吞了。吞完了之后还呜呜的叫着，应该还想吃，但是我没让他吃了，因为我要将蜂蜜和蜂巢都剥离开来。蜂蜜我用的是之前见到的碎米瓶子，蜂巢我准备用铁丝的皮垫搭进一个蜂箱。这件事大概耗费了我4个小时时间，期间我一直都是蹲着干活，腰都酸得快站不起来。我把蜂箱放在了鸭舍的旁边，并且用木头桩子将它挂了起来。因为蜂王在蜂箱之中，所以蜜蜂自然而然的会过来。于是我们的小木屋内便多了一群客人。小蜜蜂看着它们在眼前飞来飞去，我感觉有趣极了。那天一头大熊忽然闯进了我的木屋，原来是奔着坤坤来的。2头熊先是互相闻着彼此的味道，像是在确定什么，后来又在一起玩耍了很久。大熊不断地检查坤坤的那条受伤的腿，仿佛在检查伤势好了没有。玩了一会，大熊准备离开了，坤坤也跟在他的身后。我顿时慌了，我很害怕2头熊都丢下来，于是我赶忙大喊：坤坤，你去哪里？坤坤听到我的声音之后停下了脚步，而大熊则发出怒吼的声音，仿佛在催促孩子快走。坤坤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大熊，最终好像下定了某种决心。坤坤最终还是跑向了我，而大熊看到这一幕也没什么觉得，就这么呆呆地看着，然后便落寞地消失在林子里。我的内心有点愧疚，但对于坤坤，我们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。我对着大熊消失的地方大喊：大熊，你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小家伙的，有空经常来玩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坤坤也慢慢地变大了，他现在可调皮了，会自己偷蜂蜜吃，不过每次都会被蜜蜂蛰得呜呜乱叫。而我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带着坤坤一起在海岸线上散步，看看能不能捡到一些东西。除了这些之外，我还发现了几只山羊。我在岛上都快1年了，平日里吃过最多的肉就是螃蟹和生蚝，鸭子现在也有一窝了。因为有了野生的花椒和蜂蜜，所以口味也还行。这次看到山羊之后，我就想着自己能不能抓1头回去，于是我就在这做了陷阱。做好一切之后，我便在石头后面藏了起来。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坤坤会发出声音吓到山羊，不过坤坤仿佛明白了我的意思，他也乖乖的没有乱动，而我则偷偷的跑到那群羊吃草的地方，大喝一声，便让他们朝着我陷阱的方向奔跑而来。看来我的计策奏效了，就这样我在后面追着，一只羊掉进了陷阱之中，另一只逃跑了。这只羊在陷阱里挣扎了一阵之后就没动了，看起来非常的虚弱，仿佛失去了挣扎的力气，而我正是被他这副样子给骗到了，因此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我弯下腰，慢慢的伸出手，慢慢的准备将这只山羊拽上来。这时他仿佛也有点紧张，迈着不安的步伐，就在我的手快放到他耳朵上的时候，他电光火石之间弯下前腿，头部放低，迅速的朝我顶了过来，动作一气呵成，干净利索，令我一点反应的时间也没有。紧接着我就觉得自己胸闷难忍，我试着站起身来，但还没站稳就摔倒了，脑子里嗡的一声，我好像被撞骨折了。糟了，我看了看身上，隐隐有血迹出现，我生气极了，拿起斧头准备捅他。这头羊见我如此，又摆出了前顶的姿势。坤坤见到我受伤，立刻大声吼了一嗓子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坤坤发怒的样子。他朝着山羊扑了过去，随后就张开大嘴一阵撕咬。我顾不得这些，我现在需要清洗伤口，免得被感染。但刚才为了抓捕山羊，我的铁桶和蜂蜜水都放在海岸线那边，于是我忍者痛向海边跑去。因为牵扯到肋骨，所以非常疼。
暂时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，我只能简单的用破衣服包扎一下，然后静静等待着身体的自我康复。迷迷糊糊中，我好像看到远处的礁石上出现了一只奇怪的生物，好像是传说中的人鱼，而且朝我走。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什么情况？怎么发出奇奇怪怪的声音？说的啥呀？不好意思，我没听懂，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能听懂我说话吗？咦，我不是被山羊顶到肋骨了吗？怎么感觉不疼了？这是什么情况？难道是你救了我？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要跟我比心？你是谁啊？你怎么会在这座小岛上？我是刘飞。你是谁啊？怎么会在这里？这里不是荒岛吗？你从哪里来的？我叫胭脂，是人鱼国的小公主，从海底来的啊。我们经常来这座小岛。刚才我看你在这里躺着，好像受了伤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胭脂，人鱼国小公主？什么是人鱼国呀？我是被山羊顶到肋骨了，肋骨断了。是你救了我吗？谢谢你。你刚才说你叫什么？刘飞，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。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？我是因为遇到了暴风，所以才飘到这座小岛上。我也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，为什么我们要贴着手才能说话呀？人鱼国又是什么地方啊？你是人类。哇，太好了，我终于见到人类了，居然是活的爱。至于为什么贴着手说话，是因为我们人鱼族的功能啊，可以通过皮肤的贴合了解其他种族的语言。人鱼国就是人鱼国啊，你不知道人鱼国吗？人鱼国，刚才他说他是海底来的，难道我跨次元了？还是这一片海域是人类没有探索过的地方？那人鱼小公主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们人鱼国不是鱼吗？但是我看你长得和人类很像啊，这是什么原因啊？这我也不知道，可能只有族里的大祭司才知道吧。我以前听大祭司也说过一些关于人类的故事，一些喜欢发动战争的鱼类被驱逐，于是他们就从海底走了出去。但是真正的历史我也不知道。对了，你就住在这座小岛上吗？是啊，我就住在这里。感谢你救了我，你要不要去我住的地方参观一下呀？我还养殖了蜜蜂，有好吃的蜂蜜哦。公主殿下，时间到了，咱们赶紧回去吧。好的，知道了，马上就走。那个刘飞，很高兴认识你啊，我送你一个海螺做礼物吧。希望你能接受，这样我们就是朋友啦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前面50里之外的一个小岛上好像也有一个人类，不过那里太荒凉了，我们都不去。我走啦，刘飞。怎么迷迷糊糊的，跟做梦一样？对了，那只山羊和坤坤呢？我得赶紧去看看。坤坤很乖，看到我回来之后，立刻朝我跑了过来。而那只撞伤我的羊，此时已经被坤坤放干了血。坤坤好像不喜欢吃死的东西，今天他帮了我大忙，我决定带坤坤尝尝羊肉串的味道。我用铁丝做了一个简易的网，这样在烧烤的时候就不容易烧断了。我一边刷着蜂蜜，撒着花椒的粉末，一边流着口水。是的，这太香了。不过在岛上1年多了，如果能吃到一口大米饭或者五谷杂粮，那才是真的享受。我现在无比想念大米饭的味道。很快，羊肉就烤好了。我和坤坤吃了很多。我把那只羊身上的皮毛垫在我们睡的草席之上，感觉很舒服。坤坤睡得很香，但是我却睡不着。现在我才发现今天发生的事情真的是太离奇了，不仅被羊给顶了，而且还遇到了人鱼，准确的说是那个人鱼公主。她说距离这里50里之外还有一个小岛，那里居然有人，这让我很难受。我想去看看，但是又没有工具，难道要做木筏？50公里说远不远，但是如果仅仅靠木筏的话，可能要好几天时间才能到，而且我担心会再次遇到暴风，那样可就太惨了。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怎么也睡不着。而就在这时，院子里忽然又传来一声低吼。我知道是那条野狗来了，因为上次它发出的也是这个声音。我悄咪咪的起床，拿起斧头往外面赶去。鸭舍那里我已经加固了，而且还用石头挡住了门，只有一个小缝隙。如果野狗想要偷鸭子，绝对会被卡住。而一旦它被卡住，那就只有任我宰割的份。你这该死的臭狗，上次咬死了我的一只鸭，今天还想来霍霍呢，受死吧！知道厉害了吧？让你来偷吃我的鸭，这条狗被我砍了1斧头，想必是活不长了。不过这就是偷我鸭子的下场，我没有管这条狗，继续回去睡觉。第二天一早，我醒来之后就发现那条狗还在石头缝里躺着。我本来以为它已经死了，却没想到这狗还挺能活的。这狗呜呜的叫着，我担心它咬我，于是我就没打过去。坤坤过去，一把拽掉了它身上的粉。这狗看了看坤坤，又看了看我，居然很人性化的躺在了地上。
我用手摸了摸它，它抬头看看我，居然没有动，也没有咬我。我觉得有点意思，于是用铁丝将它拴在了风箱下面的树桩上。我可警告你啊，以后你就在我这里看家护院吧，正好可以和坤坤一起玩。鸭舍里面的鸭是我饲养的，绝对不可以偷吃，否则我就让坤坤砍你，记住了吗？那我就当你听懂了，我会给你投喂一些食物的，以后你就叫大黄了。我想起昨天晚上吃的羊肉骨头还在地上，于是捡了一些喂给他，他吃得很开心。这让我想起古时候人类驯养家禽和动物的场景，或许他们也是这样做的。小狗吃得津津有味，我们的木屋又迎来了新成员，坤坤仿佛也变得更开心，经常和狗狗在一起打闹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距离上次被山羊袭击已经过去1个月。这段时间里，我每天都会来到之前碰到人鱼的那片海滩，看着人鱼送给我的海螺，脑海中又想起了他对我说的话。距离这里不远处的另外一个小岛上，也有人类生存，当时没什么感觉，也不知道他是谁，会不会是田娃。最近这几天我总是特别的期望能够和他见上一面，睡觉也睡不好。于是我下定决心，我要做一个木头，然后带上足够多的食物和水，去找寻那个和我一样的生还者。于是接下来的几天，我除了砍竹子就是砍树，然后用树皮和铁丝将它们固定。我要确保自己的木筏有足够的承重力以及足够的安全。我用了大概1周时间才做好了一个木筏，看着自己弟弟，觉得卖相还挺好，但是因为要出远门，还需要必备的食物和淡水，所以今晚我要好好准备一番，明天我便要扬帆起航了。回到木屋之后，我整个心情都变得很好。我带上蜂蜜，用大铁桶装了半桶淡水，带了一些小西瓜，当然之前腌制好后里蟹带上的骨头也拿上了。就这样，我第一次离开了生活1年多的小岛。坤坤和大黄看到我要走，就一直跟在我身后，黏黏黏。就这样，我们一人一组，开始了木筏的航行。一整个上午，我们的航行都比较顺利，天气很好，风平浪静，就是太阳有点热。我后悔没有带上几片树叶，浑身都有一种灼烧感。我拉拉，坤坤热得呜呜叫，他和大黄都想钻到我的铁桶里面，但被我拒绝了。因为这里面是我们接下来的淡水资源，我只能偶尔抄起海水洒在他们身上降温。我看了看我们出发的地方，方向没变，已经在海上漂了一上午，但是我感觉总行程1/3都没到。其实，在大海上就是这样，你感觉距离某个目标很近，但实际上却远远相隔。下午的阳光稍微好了一些，没有那么热了，但是海面上却刮起了一些风。先看资料。操控木筏或者帆船的时候，要根据风线的形态进行方向的调整。如果不调整角度，轻则倒退，重则翻船。但是我造的这艘木筏重量大，加上还有一头熊，所以小风浪还是很稳定的。我遥遥望去，还能看到我之前住的岛屿，而目标地方也能看到一些远远的轮廓。是的，那里果然是个小岛。人鱼没有骗我，因为今天的风向不错，所以到了傍晚，我终于快抵达这座日思夜想的小岛。不过因为下雨，我的视线很糟糕，我不知道这座小岛上有什么危险。贸然登陆。万一这座小岛上有狮子、老虎、毒蛇之类的，冒失上岛的话，可能会直接变成外卖上门。我找了一块有礁石的地方，准备今晚就在木筏上过夜了，等明天天亮了再下去。天还在下雨，我很后悔没有在木筏上建一个挡雨棚，我还是太缺乏经验了。这个夜晚异常的难熬，我抱着坤坤取暖，天终于蒙蒙亮了，我的视野开阔了起来。这座小岛并不大，仅有我的那座岛1/3，并且没有大片的山野，看上去很荒芜。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。这里也能住人。我拿着斧头跳下木筏，走向海边，坤坤和大黄也跟在我身后。这座小岛也太荒凉了，如果我当时飘到这里，很有可能活不下去。那是什么？这里居然有一个木屋，想来这里有人了，会是谁呢？我连忙过去敲门，但可惜的是没有回复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喂，我是人类，你是安全的，我不会伤害你的，我们是同类，你快开门啊！我在门外大概喊了20多分钟，没听到木屋里面有什么动静。我想这个人肯定出去了吧，于是我就在这里生了火，等待着这座木屋的主人回来。大概到了半夜，我听到木屋后面有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，顿时站了起来。我想可能是木屋的主人回来了吧。我伸头过去看，发现他居然拿着个棒子准备攻击我，幸亏我躲得快，不然一棒子下去肯定会被打晕。坤坤见到这个情形，立即冲到上面，大吼一声，那人吓了一跳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我连忙挥挥手阻止了坤坤，坤坤不要攻击他。坤坤很听话，又跑过去烤火，我把他拉了起来。喂，那个什么，你能不能别哭了呀？大男人哭哭啼啼的，刚才我差点被你用狼牙棒砸到，也没哭啊，哭个啥？你不知道啊，我在这里1年多了，渴了就喝冷水，饿了就吃水果和生肉，我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人了。哦，那你叫什么呀？你为什么会在这座荒岛上呢？我叫华老三，之前是一名导游，遭遇海难的时候，我抢到了一个救生圈，于是随着海浪就飘到这里了。
是你，是不是参加荒野求生活动，送卫星电话和10万元奖金的节目组？我是刘飞啊，太好了！你的卫星电话在吗？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国界吗？有没有办法联系外界？原来是你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还以为咱们这一群人只有我活了。你稍等，我去屋子里给你拿点吃的。原来是他，我想起来了，当时给我们签合同和保险的那人，华子，那田浩和其他人，是不是也被流落到其他小岛上？对，一定还有生还者。刚才给你的是椰子，你怎么不吃啊？这可是我为数不多的好食物啊！一会吃。对了，华子，你既然抢到了一个救生圈，那其他人呢？你知道吗？他们在哪里啊？其实流落到这个荒岛上的不止我一个，船长也在，还有一个叫田什么的。只不过他们在第1个月的时候就死了。他们2晚上出门打猎，被毒蛇咬到了。等他们回来的时候，伤口都发黑了，嘴巴也变黑了。我给他们放了很多血，但最后还是死亡了。于是我就把他们埋在了海边。什么？田浩死了？我的好朋友死了？哎，如果当初不是我拉着他来参加这个活动，他也不会死的。你怎么了？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很悲伤的样子？哎，你也别太难过了。遭遇这场海难，谁也没想到，我和你都算是比较幸运的，最终还活了下来。对了，你是怎么过来的？还带着一头熊和一条狗，他们哪来的？而且好像很听你的话啊！这个熊的故事就长了，以后我慢慢跟你说吧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。我前几天遇到了一条美人鱼，她说这里也有一座荒岛，岛上还有人，于是我就自己做了一个木筏，乘着木筏过来。哎，算时间，我在那座荒岛上也生活了1年多，时常感到孤独寂寥，也差点疯掉。可能是苍天怜悯吧，我遇到了坤坤，还有这条大黄，我还养了蜜蜂和鸭子。来，你吃一些我带的这个。这是什么肉啊？这是我之前做的烤鸭，上面放了蜂蜜和花椒，你试试看。我都有1年没吃到鸭肉了，太好吃了。你还有吗？一个人饥荒久了，不能胡吃海塞，不然容易出问题。那个什么，剩下的我放在登录点里。今天天色也不早了，只能明天去拿了。平时都吃什么呀？我平时主要就是芭蕉和苹果，还有椰子，偶尔吃一些烤昆虫。难怪刚才一个鸭腿3秒钟就吃完了。天天吃这些东西，谁也受不了。也难为这个叫华子的能在岛上活这么久。那你怎么不去捕鱼呢？这里海滩上应该有鱼啊。哎，试过。船长和小田之前没死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和船长做了一把鱼叉，尝试潜水抓鱼，可没想到远处游来了一只鲨鱼，吓得我们小船都翻了。不过幸好最后我们逃了回来。从此以后，我就不敢去捕鱼了。那天晚上，我和华子借着篝火，相互诉说了很久，一直持续到了后半夜。连续很久的紧张得到放松，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睡着的。清晨，我醒了过来，昨晚睡得很安稳，身边终于有了活人的陪伴，并且在他的口中，我知道了这座小岛上并没有大型的猎食动物，所以连带着心情也好了很多。这家伙还在睡，也不知道几点，叫醒他吧。华子，怎么还在睡啊？起床了。哎呀，我这1年多都没睡过这么安稳的觉了，真的太舒服了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呢？坦白说，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好主意，就按你说的办。行，那咱们就先一起回我的小岛吧，那里面积大一点，食物更加充足，而且我的木屋也更加舒服。好，那我这就去收拾。我这里还有不少值钱的东西呢，有安全斧，还有一些塑料瓶。你的木筏能装得下吗？应该差不多吧。你昨晚不是说之前你和船长他们也做了木筏还是船来着？咱们将你的木筏和我的木筏绑在一起就可以了。我去帮你收拾收拾。我们要准备出发了，还有什么东西没拿的吗？否则一旦起航，咱们可能永远都不会到。咱们出发吧，东西都收拾好了。不对，等等我去和船长告个别。船长，还有田兄弟，再见了！我要和刘飞一起离开这座小岛了，我会永远记得我们之间的友谊。好了，咱们可以出发了。华子，这就离开小岛了，会不会舍不得呀？没有舍不得。尽管我在这座岛上生活了1年多，这座小岛上虽然没有大型猛兽，但是有猴子，有几棵苹果树。我去摘的时候，猴子捡石头砸我，被砸了好多包。现在想想都觉得气人。你说这人落魄了，真的连猴子都不如。哈哈，这么说你跟那群猴子们打过，挺厉害呀。不怕坦白告诉你，是和他们经常打架，不过从来没打赢过。你知道吗？有一次我在岛上隔得很远，看到了一艘船，也有可能是军舰，但是距离我太远了，所以尽管我大喊大叫，也没有人注意到我。但也只有那一次看到过。你见到过没？我没有见到过。不过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呀？在什么方向？我想想啊，对，应该是在大半年之前。不过也就那一次，远远的看到了，后来就再也没有发现过。好吧，休息休息吧。如果没有特别的风向，傍晚左右，我们应该就能登陆小岛了。
糟了，这是鲨鱼，刘飞，这是鲨鱼，我之前就告诉过你。我的天了，现在怎么办？快想想办法啊！这条鲨鱼应该看到我们了，怎么办？现在还在深海区，我们不会死吧？没想到这里居然还有鲨鱼，之前也没遇到过这些东西。如果鲨鱼只是路过的话，倒是无所谓，就怕它盯上咱们。不行，咱们就丢点东西下去喂鲨鱼。哎呀，没想到还挺奏效的。这鲨鱼也吃烤鸭吗？不知道啊，不过就算不吃，应该也会看看吧。看来咱们有麻烦了。什么意思？你看那边。我的天了，怎么这么多鲨鱼？鲨鱼群来了呀！怎么办啊？有了，鲨鱼一般会追逐血腥味。刚才我丢鸭腿的时候，鲨鱼会跳起来吃。咱们现在有2把斧头，这样吧，一会你负责丢鸭腿，等鲨鱼跳上水面的时候，我一斧头丢过去，只要击中了，鲨鱼就会流血。一旦流血，整个鲨鱼群就会攻击那只流血的鲨鱼，而我们就安全了。事不宜迟，现在就动手。好啊，击中了，漂亮，你太帅了。好在有惊无险，我们躲过了这次鲨鱼群的进攻。这场面着实让人心惊胆战，可能是运气比较好吧。一路上都风平浪静，到了傍晚，我们终于来到了我的小岛。那个什么，你要是还想吃的话，再去抓一只鸭子来吧。不过也就只能再吃一只了，等它们繁殖多了之后咱们再吃。明天我再带你去抓羊，如果能圈养的话，那以后咱们就有羊肉串吃了。还有，明天你还要搭建一个木屋，今晚咱们就先挤一挤吧。我再去抓一只来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熊，有熊！哦，这个熊啊，这个熊是坤坤的妈妈，不用怕，它肯定是来看坤坤的，它不会咬人的。这就是那个你说的偷你螃蟹那个熊妈妈？是的，你怎么被吓成这个样子啊？哈哈，没事的，咱们继续去烧烤吧，吃饱睡觉，明天咱们有一个大计划。刘飞，谢谢你，要不是撞大运碰到你，我还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呢，更别提能吃到美味的食物和安全的住所了，真的是非常感谢。如果以后咱们能活着离开这座岛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看你说的，以后咱们俩就要互相照应了。欢迎你来到我的小岛。大恩不言谢，以后我就跟你混了。对了，刘飞，你昨晚说今天咱们要整个大计划，是什么大计划啊？咱们现在2个人就可以明确分工了。比如，咱们今天要去砍树给你做木屋这件事，咱们可以2个人一起干，也可以1个人干，另外1个人就负责去赶海找些食物。这么一来的话，效率就会提高很多。另外，咱们现在2个人也可以去探索小岛上更多地方。走，咱们先去砍树，其他事情咱们可以详细计划一下。好，听你的，我去拿斧头。这就是我的木屋吗？比我之前那个小岛上的庇护所好1万倍啊！哈哈，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。走，我们去海边赶海去，中午咱们吃烧烤。天啊，你的这座小岛资源也太丰富了吧！到处都是生蚝和大螃蟹，这么大的螃蟹去外面买，至少也要300-500啊！是的，这座岛资源还不错，足够我们生活了。走吧，这么多古2蛋应该足够我们吃几天了。刘飞，你说吧，咱们怎么干？你声音小点，别把羊给惊走了。据我观察，这群羊基本上每天都会来这里吃草。看到那边的路没？咱们去那边挖坑，做几个陷阱。完了之后，我们再悄咪咪的溜回来驱赶它们。等羊落入陷阱之后，咱们就可以捕捉到了。事不宜迟，咱们立刻行动。华子，我现在过去驱赶那些羊，你在这里待着，别动。等羊快靠近的时候，大喝一声，它们就会慌不择路了。到时候咱们再进行捕捉。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因为场地不够用，所以我们在木屋沿边的地方加长了一些栅栏，在这里做了一个羊圈。华老三，你看这羊干嘛？这羊刚抓到的，是咱们圈养的，你可别打心思，以后抓的多了，再吃也不迟。我知道，我没想吃，我给它起个名字，那只小羊就叫妍妍吧，刚好是我初恋的名字。行，不管你，干活吧。今晚天黑之前把羊圈给它加固。华子，你说咱们同行的那一批人，还有其他人活着吗？不知道啊，或许吧。如果他们也飘到小岛上，那还有生还的机会。咦，刘飞，你看那是什么？海面上怎么会有一个光点，而且还在移动啊？不会是海怪吧？不是，只是太远了，看不清楚。我们去那边的岩石上看看。
是军舰。喂，这里有人。那天晚上，我们见到了一艘军舰，也有可能是潜水艇，但是很明显，他没有发现我们，让我沮丧之余又有了一丝喜悦。兄弟，你也不用难过，这种事情我也经历过，他们距离得太远，听不见也是正常。我提一个建议，你看看中不中？什么建议啊？飞哥，通过这件事，你想，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咱们在岛上，所以我想，咱们不如明天在荒岛的沙滩上把求救信号写上去，写大大的。这个主意好啊，那咱们就这么办，而且下面这块沙滩就可以。好，我也觉得这里的视野很开阔。在海边发生的事情一直在我的脑海中闪现，让我久久不能释怀。那的确是一艘军舰，如果当时他能发现我们，我们就能离开这座小岛了。其实不瞒大家，如果没见到还好，现在见到真的让人难以释怀。飞哥，你觉得这样会有用吗？试试吧，虽然我感觉效果也不大，不过如果真的船靠近或者有飞机飞过，他们可能会看到吧。这样一来，咱们就有机会了。怎么好端端的天气忽然就变了？不知道啊，在岛上也没见到过这种天气。飞哥，你这是什么表情？不好，是大风暴。华子，还记得我们当时乘坐的那艘船吗？当年也是这种风暴、台风。走，快跑！坤坤，去那边把鸭舍打开，让鸭子们出来。有强台风来了，我们要赶紧走。这场风暴来得非常突然，突然到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准备。我和华子一路奔跑，过程中大黄不知道去哪了，只有坤坤跟在身后。外面暴雨连绵，整个岛上可见度非常低，天空也变得阴霾黑暗，就像世界末日一般。华子，你见到大黄？大黄怎么跑丢了呀？你和坤坤在这里等，去找找他。哎，飞哥，海风这么大，你怎么找？大黄是狗，跑起来比我们快得多，没准他自己找地方躲起来。要是你出了意外，那就完蛋了。等回头风停了，咱们再去找吧。现在视线这么差，你想找也不一定能找得到。咦，你看那边有个山洞，咱们过去躲躲雨。行，那咱们过去吧。坤坤，你可得跟紧，不然一会台风来了你就惨。大黄已经丢了，你可别再丢了。哎，可算是进了山洞了。外面这阵风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。刘飞，你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了没？好像是有一点霉菌加上臭臭的味道。不过这里是山洞，常年不通风，应该也算正常吧。咱们往里面去一点吧，顺便生个火烤烤衣服，浑身都湿透，难受极了。说的也对，这个洞口看起来还挺深的，也不知通到哪里。看看就知道了。坤坤，赶紧跟过来。飞哥，那个是什么？不清楚，但是从坤坤的表现来看，不是坤坤的妈妈，就是坤坤的爸爸，要么就是坤坤二大爷家。咱们来到坤坤家了。吓死我了！刚才那个熊，我感觉一巴掌就能把我拍死。飞哥，咱们还继续往前吗？我觉得咱们还是退到入口的地方吧。虽然这个熊认识坤坤，但是这毕竟是他们的领地，动物的领地意识都很强，还是悠着点吧。好，听你的。当时的气温很低，我们浑身又湿漉漉的，喷嚏不断，所以我想告诉所有的户外爱好者以及探险者，千万不要看很多猎奇的视频，觉得好玩就虎头虎脑的跑到野外，其实那特别危险。网上那些视频都是节目效果，在你看不见的镜头后面，帐篷、睡袋、火炉、食物、手机样样都不缺，但真正的荒岛生活只会让你感到绝望。那请问刘先生，这场雨一共持续了几天？你们后面又发生了什么？我清晰的记得，这场奇怪的暴风一共下了2天，我们又冷又饿，还是坤坤妈妈扔出了2条鱼给了我们，这才让我们度过了这段饥寒的日子。而雨停了之后，我们便离开了山岛。飞哥，我有点想哭，我们的心血都没了。哎，最起码我们还活着，还有坤坤陪着我们呢。尼玛，老天爷，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啊？按照这个破坏力，这阵台风至少有12级以上。哎，咱们能逃回1条命，已经很值得了。找找看看，或许有些能用的东西。飞哥，你那边有什么发现吗？什么都没有，一切都被台风刮裂。华子，这样下去可不行，我们需要去更高、更安全的地方，搭建安全屋，
否则如果再遇到这样的天气，我们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好运了。飞哥，听你的，如果不是你接我过来，那座岛上我可能也挺不过这场暴风。你怎么安排，我就怎么做。小岛西南边我还没有探索过，咱们去那边吧，那边应该也有沙滩，咱们就沿着海岸线一直走，顺便看看会不会捡到一些东西。飞哥，你怎么停下来了？来，华子你过来。怎么神神秘秘的？华子，你对农作物熟悉吗？我老家农村的，肯定熟悉啊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？土豆！卧槽，这是土豆？是啊，我的花椒就是在这里找到的。刚才走过来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些植物看起来就很像农作物，没想到咱们居然真的找到了。这的确是土豆，这下好了，一场台风居然让我们找到了土豆，以后咱们再也不必为吃的东西犯愁了。没错，土豆的亩产非常高，那咱们立刻把这些土豆都挖出来吧，拿一些出来吃，剩下的一些咱们当做种子。于是我和华子便将地下的土豆苗全部都搬走。后来呀，我们找了一处有水源的高地，决定就在这里重新建造一间屋子。因为之前的木屋的抗震性太差了，所以这次我准备和华子和一些泥土做土房。于是我们分工明确，白天我去砍树或稀泥，华子去给咱们的土豆种植和浇水。半个月后，我们的房子建造好了，菜地也开垦出来了。华子，土豆浇好了吗？回来吃饭。好，马上就回来了。自从搬到这里之后，晚上我就不带坤坤睡觉了。有一次我看他偷偷的溜出去，和另一头狗熊玩耍，应该是一头小母熊。结果这家伙爬了半天也没爬到小母熊身上，小母熊一脸失望的走了。从那以后，坤坤也不爱搭理我了，整个熊看起来一点都没有精神。我知道坤坤是长大了。这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，忽然听到一阵滋滋的声音。当我起来之后，发现华子也起来了。飞哥，你也听到了奇奇怪怪的声音，滋滋滋滋的。是一只鼠，这山上怎么会有鼠呢？不知道是什么鼠，看个头还不小呢。卧槽，这老鼠在偷我们的土豆。我说这2天怎么土豆变少了？咱们吃的没那么快啊？不是吧，居然敢偷我们的土豆，大胆！不行，咱们明天挖个地窖，把土豆什么的都放到地窖，应该就没事了。也行，但是飞哥，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。你看哈，这些鼠偷我们的土豆肯定是为了吃，那他们会不会也收集其他东西啊？如果我们能够跟着这些鼠找到他们的老窝，岂不是可以找到更多的东西？没准是种子之类的。你要知道，动物的嗅觉比人类要灵敏得多呀。好主意，华子你还挺聪明的呀。那咱们怎么跟踪他们呢？这个我知道，我在做导游之前是电台工作者，经常能看到抓老鼠新闻，所以鼠类打窝一般都在树洞里面，估计离咱们这屋子也不远。我觉得明天白天咱们带上家伙事，在附近转转，没准就有收获。既然这样，那明天白天咱们趴树洞去。华子，你到底知不知道啊？我们这都找半天了，也没找到鼠窝呀。应该不会错的，咱们再找找，应该就能找到。好吧，那咱们再往前走走，实在找不到的话，等回去的时候，咱们就整个地窖。找到了，飞哥，你看这里有个树洞，还真的被你找到了，可以，咱们赶紧掏一掏。怎么了？里面黑漆漆的，看不见啊！哈哈，你让开，看我直接给他一斧头。飞哥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这荒岛上居然有花生和玉米，这老鼠从哪搞来的呀？这个很有可能是候鸟飞过来的时候拉下来的粪便吧，或者是海鸥在海上跟着游轮飞的时候，别人投喂的，然后就拉在这个岛上吧。除了这个理由，我想不到其他的原因了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，有了这些东西，咱们以后的生活不用愁了。这里的雨季气候非常明显，特别适合这些农作物生长。哈哈哈。在找到这些种子之后，我们便立刻开始了种植。但是我们只有最原始的肥料，加上种植技术也不达标，土豆收获了1期，但收成也不多。人们都说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都会变得越发的成熟稳重，但我和华子好像是个例外。转眼间我们已经搬到新的家园快半年了。这一日我们去了一趟西沙滩，就是之前捡到很多海洋垃圾的地方。我们捡到了10几个破旧的易拉罐，华子捡到了一个完整的足球，可是已经散起了，但我们还能没事踢着玩。飞哥，你看我居然捡到了一个足球，哈哈，不是我跟你吹啊，我上学那会足球踢得非常好，是学校的主力，要不是后来家里没钱，绝对是国足版的罗纳尔多。我操，你真不要脸，你就这怂样还罗纳尔多，比罗个芭蕉差不多。小看人了不是，回头咱们较量较量你就知道了。行，咱们先把这些东西给整回去吧，晚上我有个大计划。什么大计划？飞哥，这些是什么东西？你从哪搞来的呀？华子，听说过1硫2硝3木炭吗？没，这是什么呀？嘿，这我可得跟你好好说说了。有了这些东西，咱们就真的牛掰了。我告诉你啊，
白色的是土硝石。记得咱们之前暴风的时候躲雨的山洞吗？上次烤火的时候，我发现墙角有一些这个东西，但是不确定，所以我就刮了一些下来。而这个黄色的粉末，其实是沙滩上的石头磨成的。我很早之前就注意到了，随便找几个的在一起碰撞，就会有一种烧灼的味道，应该是含有硫磺的石头。所以我找了一些纯度比较高的硫磺石。木炭就是咱们生火的时候剩下来的。如果这个实验能够成功，那就代表了我们可以制造黑火药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天，就这几样东西就能制作火药？如果成功了，那岂不是可以制作炸弹？是啊，所以我说这是个大计划呀。而且岛上的土硝石和硫磺特别多，现在我按照比例给它均匀分配一下。今天就是咱们见证奇迹的时候，你去找根木棍，咱们尝试着点燃，看看它能不能爆炸。好，我这就去。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，老天保佑，福生无量天尊。飞哥，当心点啊！放心好了，这件事我十拿九稳。怎么会没用？难道配方不对吗？刚才多加了硫磺，感觉火比之前的要大。这次多放一些硝石看看。我操你猴子，华子，我成功了！我看到了，就是刚才的火星一闪，对吧？不可思议。不过这就是黑火药吗？我感觉爆炸力不强啊。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我们刚才并没有任何包装，只是将它们混合在一起就能产生爆炸了。那你想一下，和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摔炮是不是很像？那如果我们用竹筒给它两面压实，再插上一根引线，点燃引线之后扔出去，威力肯定会变得更大。那还等什么呀？我的天，我们要是能制造出这种炸弹，那就无敌了。什么猴子、老虎之类的，统统一炮干倒。我也是这样想的，所以现在需要你去砍一些竹节，我还是继续研究一下具体的比例和配方。好，我这就去弄。天啊，你们居然在荒岛上研究出了炸弹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？那后来你们研究出来的炸弹威力怎么样？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也不算炸弹吧，就是一种黑火药。但是对于我们在荒岛上来说，已经足够用了。我们掏空了竹子，在里面压实火药和一些碎石，因为经过我们测试，单纯的火药爆炸并不能产生多大的破坏力，但里面加了一些尖尖的小石头之后就不一样了，能把树皮给炸开。华子，马上就是见证我们奇迹的时刻了，准备好了吗？来吧，我早就已经饥渴难耐了。还真别说，有了这个黑火药之后，我们整个人在岛上的底气一下就上来了。以前还担心什么猛兽大虫的，现在不管到什么地方，只要带上竹筒炸，心里都是。飞哥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不知道，这地方没来过。地下和墙上亮晶晶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操，飞哥，我怎么感觉这个东西有点像钻石啊？我勒个去，华子，咱们两样发财了，这一片可能真的是钻石矿。那还等什么呀？咱们赶紧挖啊！哈哈，如果能带回去，那咱们的下半辈子就不用愁了。好，你在这里挖，我回去拿桶和斧头。我丢，这么多钻石，随便抠一点回去都发了，看来还真的是老天眷顾啊！寻找钻石和挖钻石的过程非常过瘾，就像中了彩票的头奖一样。虽然我没中过彩票，但是非常上头，快乐无比。我和华子就像海绵宝宝和派大星在海底抓水母一样，完全不知疲惫，满脑子都是璀璨的钻石。从天亮挖到天黑，甚至一整天都没吃东西。我们这是在干什么？咱们还在荒岛上，还有很多未知的危险。坤坤还在那个山洞里，还有我们种植的蔬菜和土地，为什么就像魔怔了一样在乎这些没用的石头？但华子这个时候已经入魔了，尽管眼睛里面已经都是血丝，手指都磨破了皮，但还是在不停的挖。这应该也算正常吧？我想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抵抗得了钻石的诱惑。飞哥，怎么了？华子，你饿不饿？不饿，挖几块再说。不能挖了。为什么呀？你想一下，我们是来干什么的？我们现在又在做什么？我们的土豆和蔬菜盒收不收了？饭还吃不吃了？我们挖了这么多钻石有什么用？累垮了怎么办？这虽然是漫天的富贵，但如果我们被迷了眼，生活怎么办？飞哥，你说的对，我们挖了这么多钻石，如果不能离开小岛，又有什么用？荒岛上还有各种危险，谢谢你点醒了我，的确不能挖了。是的，咱们已经挖了大半桶了，走，回家吧。好，回去吃饭，刚才还没发现，现在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。华子，你说我们能够用这个黑火药填到竹节里面制作成竹节炸弹，那咱们可不可以做成竹子枪呢？如果能做竹子枪的话，那可就太厉害了。至于你刚才说的锄头简单了，用尖石头和木头绑在一起就能弄。做枪，竹子枪会炸膛的，到时候别把手给崩了。咦，不对，我记得我们船长好像有一把枪。对，我想起来了，
船长有一把猎枪，只是没有子弹了。我操，船长有枪，那你为啥不早点说呀？枪在什么地方？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有一次我和船长去钓鱼，结果遇到鲨鱼翻船的事情吗？枪掉海里了，逃命的时候谁去想那玩意啊？我丢你个大头陀螺！你能不能一次性把话说完了？搞得我心情就像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。要是有枪的话，咱们现在有黑火药，那绝对可以横着走了。那没办法，也想不起来那把枪掉在哪里了。飞哥，你来岛上这么久吃过龙虾吗？要不咱们明天搞点龙虾尝尝？龙虾还没吃过呢，不过这岛上我还没有发现过龙虾呢。你会抓龙虾？是啊，我以前干导游的时候跟一些网红抓过，可好玩了。龙虾一般喜欢藏在珊瑚礁的缝隙里面，所以不会爬上岸，你自然就看不到了。而上次咱们在海岸线捡到足球的那片沙滩不远处，就有一大片的珊瑚礁，咱们不是还剩一些铁丝吗？搞几根竹子，做一些竹刺，就可以去抓龙虾了。实在是没想到啊，你还有这手艺。行，那咱们明天就去抓龙虾。华子，你确定这下面就是珊瑚礁吗？那当然了，我先下去了。我靠，来真的呀！飞哥，你是北方人，不擅长水性很正常。你等着啊，我多抓点，晚上咱们吃烤龙虾。后来华子在下面抓了大概4、5条龙虾，回去之后我们便开始做盐焗龙虾。还别说，这些海鲜和现实生活中的海鲜味道差别真大。看着火架子上烤的滋滋的龙虾，我和华子都不面口。这野生的番茄就是小啊，都已经加了很多肥料，看来就是品种问题。哎呦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飞哥，我被蛇咬了，不会死吧？我怎么感觉凉飕飕的？凉飕飕的可能是因为天气转变吧，我也感觉有点凉。没事，你别瞎想。其实说真的，我当时真的挺害怕华子会中毒死，因为我们虽然有一些食物，但也仅仅有一些食物而已，没有其他医疗物资，我只能用盐给他敷在伤口。那段时间，华子的一条腿肿得老粗了，都不成人样。华子，这几天你就安心养伤吧，等恢复了之后，咱们再去探索其他地方。好的，飞哥，你也去休息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你别胡思乱想，知道吗？没事的，那条小蛇我也看了，虽然有毒，但是毒不死人的。被蛇咬了，那没有医疗物资，华子最后死了吗？看你问的，当然是没死啊！这个家伙这么搞事。不过我第二天早上起来去看他的时候，发现他并不在房间里面，不知道他去哪了。我担心他出意外，于是就出去找他。没想到这个家伙居然躺在海边的礁石上，而旁边就是当年为我治疗的美人鱼。你是人鱼公主？你好呀，人类，又见面了。这个人是你的朋友吗？是啊，小公主，这个人是我的朋友。他怎么在这里啊？你怎么也来这里了？哦，我们的族群准备迁徙了，所以我过来和你打个招呼啊。但是没想到刚上岸就发现这个家伙从礁石上跳下去，我还以为是你呢，于是就把他捞了起来。他好像中毒了。是的，我这个朋友昨天收玉米的时候被蛇咬了，中了蛇毒。哎，他肯定是不想连累我，自己寻死吧。多谢了。对了，你刚才说你们族群要迁徙了，为什么呀？哎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污染太严重了，人类排放的核污水已经蔓延到这片海域了，所以我们可能会去南极，也有可能去归墟深处，那里或许还有一片净土吧。好了，见到你真开心，我给你的海螺还在吗？在呀，我一直都收着呢。那个什么，上次你来，我没什么好招待你的，这次说什么也要吃点东西啊，就当我们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吧。还是算了吧，我一会就要走了，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见了。那你等我一会，我也送你一个礼物，在这里等我。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好送你的，这个石头就送给你吧。谢谢你的礼物，我很喜欢，我会永远珍藏的。那就祝福你一路顺风哦。好呀，我从海底过来的时候发现了一把猎枪，也顺便送给你吧。这样一来，你们在岛上就可以有一定的生存能力了。好了，我走了。我被美人鱼救了。美人鱼长什么样子啊？你之前真的见过她？我书读的少，你别骗我呀！看你这话说的，我是那种骗人的人吗？真的是被美人鱼救了，你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。美人鱼除了救你之外，还给我们送了一把猎枪呢。嘿嘿，有了竹子炸弹还有猎枪，咱们以后在荒岛上可以横着走了。走，赶紧起来，咱们这就打猎去。我看行，那咱们这就走吧。飞哥，我们就这样出去会不会太嚣张啊？瞧你这话说的，我们现在是什么？我们是岛主，有枪在手，
要的就是这股嚣张的劲。嘿，那今天咱们可以开大餐了，走走走，搞点野味。上次我就看到那片林子里有很多鸟，又大又肥，长得跟鸡一样，搞个回来尝尝。不错，来次够。华子，那边就是当年我们躲雨的山洞，要不要去看看坤坤呢？飞哥，你是想那头熊了吧？你要去的话，那咱们就去看看。好，有阵子没见到这个家伙了，顺便咱们再刮点硝石，这把猎枪刚好可以用黑火药填充，多储备一些不是坏事。坤坤，出来，带你出去玩。华子，你看坤坤是不是长大了？这个头估计再长个1-2年，起码得跟咱们一般高。好像确实长大了，毕竟是动物嘛，跟人肯定不一样。咱们今天带他一起嘛。呐，这小家伙可懂事了。又回到了这个地方，还记得当年我们在这里养鸭、养蜜蜂，后面还养了几只羊。只不过这一切都被暴风给席卷了。不过也多亏了这阵暴风，不然我们也找不到土豆和其他农作物。时间过去了这么久，不知道那片林子里还有没有羊了。如果有的话，咱们今晚又可以羊肉串了。那还等什么？我正愁竹节炸弹没地方用呢。好，咱们再走一遍老路，荒岛探险小队出发。飞哥，我来试试，我还没用过猎枪呢。好，那你来吧。不过你要注意，要距离近一点才能更好的发挥效果，离得远了打不中的，因为这把猎枪是散弹枪。好的，知道了。嘿嘿，小羊羊，你逃不掉了。飞哥，太牛了！我的天了，爽啊！我感觉有了这东西在手上，老虎、狮子也能干得过。这才哪到哪呀？走，把这个羊先放在这，咱们一会回来的时候再拿，不然拧着累。咱们继续往前走。飞哥，之前你饲养的蜜蜂就是从这里弄的吗？这里又多了2个蜂窝，要不要搞回去？现在不搞，之前搞的时候胳膊都被折肿了，缓缓吧，慢慢来。好吧，其实我有点想吃蜂蜜了。我们在岛上逛了很久，几乎把所有的地方都跑了一遍，也重新养殖了蜜蜂和羊，又重新建了一个鸭舍。农作物有土豆、番茄和玉米，基本上已经可以供应我们的日常生活需求了。我们偶尔也会去海边捕鱼。对，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，我讲给你们听。那座小岛的丛林深处有一片密林，那里有香蕉。我和华子在摘香蕉的时候，被猴子用石头砸了。我没想到居然被猴子给欺负了，当时就用枪打死了一只。只不过这一下，我们可算是结仇了。这群猴子居然跟踪我们，来偷我们的玉米。华子，别睡了，快起来跟我干架去！怎么啦？干架？跟谁干架？猴子，前几天我们在密林深处遇到的那群猴子，他们跟踪咱俩。我刚才上厕所看到几只猴子正在糟蹋咱们的玉米呢。你赶紧起来，带上竹节炸弹，今天非要弄死这群畜生！该死的猴子，这是我辛辛苦苦种植的玉米啊！我炸死你们！华子，继续炸他们，别让他们给跑了。算你们跑得快，下次再敢来偷玉米，炸死你们！飞哥，我们打死了2个猴子，这个怎么弄？直接拉走丢掉。为了防止他们继续祸害庄稼，咱们下午就在这里盯着，看他们还敢不敢乱来。好，这样也行。那你在这边守着，我去看看番茄和土豆那边，那可是我们的主要物资，可别被这群猴子给搞了。是的，那你过去吧。对了，咱们正好抽空扎几个草人放菜地里面，威慑一下。没问题，铡草人简简单单。我们杀死了2只猴子，猴群估计是害怕了，一整个下午都没有出现。我心里非常得意，这群可恶的生物终于知道了我们的厉害。天黑之后，我和华子回到了营地，发现屋子的门是开着的，我还没有在意，以为是被风吹的。但是当我进去一看，一股血气直冲脑门，我们的屋子里跟遭了贼一样，一片狼藉，桌子上的食物乱成一团，各种工具散落一地。坤坤急得大喊大叫，仿佛受到了多大的委屈。我心中一惊，连忙去后面看看我们圈养的小羊和鸭子以及蜜蜂，现场只有鸭子和羊的尸体，附近有许多染血的猴子脚印，我被气晕了。该死的猴子，我一定要将你们灭了！本来只想把你们赶走，但是你们已经触犯到了我的底线，哼，等着吧。华子，今天我们啥也不干，你去多砍一些竹节做炸弹，我带着坤坤去山洞里面刮硝石，晚上回来填庄，破坏我们的庄稼就算了，现在居然敢来家里搞破坏，还杀了我们的羊和鸭子，不管会不会破坏生态平衡，我决定这个岛上以后不允许有猴子这种动物出现，猴群必须要灭亡，我要为小动物们报仇。好的，飞哥，我听你的，我早就看这群猴子不爽了。只不过这群猴子非常擅长攀爬，非常灵活，我们不太好抓住他们啊。没事，我们有散弹枪和炸弹，只要他们敢露头，直接就开枪。另外，我们在庄稼那边还要做一些陷阱，免得这群猴子又来祸害。先去砍竹节吧。
我们做了大概60个竹节炸弹，黑火药还剩下一些，我全部做了猎枪的弹药，估计能有个50发。准备好这些东西之后，我和华子带了一些吃的东西，便开始了实行围剿猴子的计划。华子，今天就是这群畜生付出代价的时候了，出发！我觉得猴群应该就在这片密林里面。飞哥，咱们冲进去不？进去！这群猴子太过分了，就算把这片密林给炸完了，也要把这群臭猴子给弄死。这群该死的臭猴子，这下可算安静了。也算是杀的差不多了。这个岛上还有狗熊，还有狼，估计就算还有漏网之鱼，对我们也构不成威胁了。今天跑了这么远，可累坏了，休息一下。华子，刚才那个是飞机吗？我觉得可能是吧。喂，飞机，别走，这里有人。喂，有人。经过我和华子的确认，那天从我们头顶上飞过去的的确是飞机，但是他好像没有听见我们的声音，也没有看见我们。不过这也算是一个好消息，最起码让我断定我们还没有和世界分离。后来我们俩无精打采的回到了营地。飞哥，我们真的能回到现实世界吗？其实华子的问题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，不过我还是安慰了他，也算是安慰我自己吧。算算时间，我自己在这座岛上1年半，和华子一起在这座岛上又待了2、3年，已经过去很多年了。这让我一度想起了远在家乡的父母，还有我的女朋友，不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了。华子，我们肯定能回到现实社会的。咱们1年前不是见过军舰吗？这次又见到了飞机，我想咱们很快就能获救了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就太好了。奇怪，怎么突然会有闪电？难道要下雨了？我靠，不是下雨，是下冰雹了！快躲起来，这玩意砸人老爷！飞哥，好端端的天气，为什么会下冰雹呢？该不会是我们2残害猴子，老天爷看不下去，专门惩罚咱们的吧？应该不会这么邪门吧？毕竟这里是热带，热带也会下冰雹嘛。应该不会吧？天气这种东西谁说的好啊？其实飞哥，我想了一下，我们这么残忍的杀猴子是不是有点过分啊？他们其实也很无辜，在动手的时候还能感受到他们绝望的眼神，还有恐惧和不解。他们一开始也只是偷了我们玉米，而原因也是因为我们摘了香蕉。我总感觉我们拿枪把他们打死，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，加上对他们的偏见，咱们两当了一把刽子手啊！其实我也有点后悔，但我们是为了保护粮食和未被他们杀害的鸭子和羊报仇，我们都不是大奸大恶之人，所以应该是咱们的良心发现了，有一种罪恶的。你也别多愁善感，咱们以后不要滥杀无辜了就行。那场冰雹一共下了3天，冰雹过后又下起了大雨，大概下了1周左右。因为我们的地势比较高，所以并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害。不过地里的庄稼除了土豆之外，其他的都被砸毁了。好在我们用木头和泥土搭建的房子比较稳固，让我们度过了这场天灾。其实这场冰雹连当年那场暴风一半的破坏力都达不到，所以我们也没有手忙脚乱。华子，我去山下看看，你一会忙完了再来找我。之前的那个木筏上有一些铁丝和绳子，我去把它们拆下来。好，你去吧，我炖一点土豆，等会去海边找你。前阵子刮风下雨那么久，也不知道海边会不会有厚礼蟹，有的话记得抓几只啊。知道了，你这个吃货。那里怎么会有一个木屋？之前的木屋不是被暴风吹毁了吗？怎么会有一个人？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卧槽，不对，是2个人。他们什么时候上的岛？我们怎么一丁点察觉都没有？前段时间我们在岛上开枪放炸弹，难道没听到？飞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华子，我看到。哎呀，慢点说，你看到啥了？这么激动，是不是发现了什么宝贝？不是，我看到有人，小岛上有人，就在咱们之前的木屋那里。什么？木屋那里有人？那个木屋不是塌了吗？我去，你声音小点，别喊，谁知道来了多少人？万一他们在附近呢？万一他们有武器呢？这你什么时候看见的？他们什么时候来的呀？我也是刚刚才看见的，观察了一会儿，目前只发现2个人，暂时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，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海盗，带没带武器。咱们还是先回去吧，慢慢观察几天。好，不要打草惊蛇。后面1连7天，我和华子每天都过来观察这边沙滩附近的木屋。通过这几天的观察，发现这2个人一直都在木屋附近活动，很少去林子里吃饭，几乎都是赶海。
在海边捡生蚝和螃蟹，每天一到晚上就炸到屋子里不出来了。飞哥，通过这几天的观察，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应该不是什么坏人，也没见他们带枪，活动也很拘谨。这点我也看出来了，我很好奇这两个人为什么来到小岛。直觉告诉我他们两个应该不是坏人，而且我感觉他们两个应该是女生。女生？你怎么感觉出来的？哎呀，你没看见他们俩都是蹲着尿尿吗？我还真没有过多注意这个问题。该说不说，这方面你的观察力还是挺仔细的。那你觉得咱们怎么办？我看不如这样，明天白天咱们近距离看看这两个人吧，看看能不能搭上话。行，那明天咱们把枪带上，免得到时候出什么意外。飞哥，你说一会他们回来，看到我们在这里烤火，会不会大吃一惊啊？不知道啊，有可能吧。飞哥，你看他们回来了，是个女人，是女人。我看到了，是的。你这么激动干嘛？在岛上给你憋坏了。别忘了现在的处境，那个人是什么身份都不确定呢。喂，别跑啊！我们不是坏人。别跑啊！我们是好人。文文，你刚才听到他们说话了吗？好像说的是汉语啊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想起来了，他们刚才是不是说他们不是坏人？对呀，我还以为这是一座无人小岛呢。咱们要不要跟他们打个招呼？你们好啊，我们不是坏人。文文，你看，他们果然说汉语，太好了，是我们的同胞。请问你们两位从哪里来啊？怎么会来到这座小岛呢？我的天哪，这么说你们来这座小岛已经4年多了，你们真了不起。你叫阿丽对吧？我想问一下，你们为什么会来这座小岛呢？这件事说起来就话长了。当初的那场风暴，很多人都丧命了。我和文文运气比较好，帆船的时候跟船上的一名工作人员在一起，我们坐上了救生艇，登陆了一座小岛。因为工作人员有卫星电话，所以就联系上了节目组的联系人，那边表示在岛上生活几天之后，便会安排救援组过来。可咱们等了半个月时间，也没等到人来。等我们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，卫星电话也没电了。于是这几年我们就一直生活在那座岛上。我们登陆的那座岛资源也挺多的，岛上没有任何大型动物，依靠岛上的野菜和野果就能填饱肚子。船上的工作人员，那你们不是3个人吗？那个人呢？这件事还是我来说吧。大概半个月之前，我们那座小岛附近的海域上，忽然出现了一艘大船，外边看起来和渔船一样。当时我和阿里在林子里采摘果子，当我们看到船的时候，还以为获救了，于是朝着大船挥手，大船果然停了下来。过了一会，大船上下来了3条冲锋艇，朝我们开了过来。我和阿里一看那伙人穿的衣服就很奇怪，感觉不对劲，于是就往林子里跑。他们拿着枪便开始扫射，幸亏我和阿里跑得快，但船上的那名工作人员却应声倒地。当天我和阿里就躲在岩洞下面。晚上的时候，岛上手电筒不断的闪烁，我们吓坏了，是那伙强盗在找我们。我们吓得魂不守舍，四处躲藏，结果误打误撞的找到了一艘绑在礁石上的冲锋艇。看了看周围没人，于是强压着内心的恐惧，解开了一艘冲锋艇，手忙脚乱的拉动引擎，漫无目的的朝着大海深处冲去。我们在海上足足待了3天，身上带的野菜和野果都吃完了，就以为快死了，发现了这座小岛。原来是这样。那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什么地方？具体位置我也不是很清楚，后来听船上的那位工作人员说，旅游公司的老板给咱们挑战的地点定在印尼的南部，那里有一座大型的岛屿，所有的摄像组都是当地的合作商提供的，也不知道老板和那个合作商具体是出于什么目的。按照航线来看，咱们这里应该是处于印尼北部区域的小岛上。套你猴子，华子，你真是白瞎了导游，这么多年你都不知道咱们在什么地方。哎呀，我看到这家公司在招聘导游，月薪1万呢，所以就试试啊。而且导游也不需要什么特殊技能，嘴巴能忽悠就行。那个什么，阿里，你说了这么多话，饿了吧？来吃点羊排，这可是好东西啊。那个什么，羊排好了，大家都吃吧。阿里啊，我看那个叫华子的好像对你有意思。哎呀，哪有啊，咱们才认识几天啊，别瞎说，赶紧干活吧。咱们来到人家的小岛上，不能大意。华子，你是不是傻呀？怎么什么都往外说，嘴上没个把门的，那么献殷勤干什么啊？他们又不是坏人，有啥不能说的呀？哪怕他们说的事情是真的，但你就能确定他们是好人了吗？凭什么那么多海盗只杀了船上的工作人员，而2个弱女子跑掉了？并且你注意看没有，那个叫文文的腰间鼓鼓的，我总感觉那里可能装着一把枪。枪？不会吧？这有点吓人啊！莫非这2个人是海盗的探子？可是不应该啊！我记得他们当时也报名了咱们的节目，你也见过的呀。我的确见过他们，但谁知道这4年的时间，他们经历了什么？本质是好还是坏呢？反正多留点心眼吧，别什么都说给人家听，尤其是钻石的事情，只能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去打猎了，现在在荒岛上，一切都要小心。下午让他们去砍树，回头让他们也搭建一座木屋。江湖险恶，人心难测，永远也不要轻易的相信别人。不过随着相处的时间变长，我也渐渐的改变了对他们的看法。或许是我有点多疑了吧。后来我和华子便带着他们参观小岛，
并且告诉他们在哪里可以找到食物。对此，两个女人十分惊讶，对小岛资源的丰富感到十分惊奇。在这期间，我越发的感觉到华子的魂都快被阿里勾走了。这一天晚上，华子把我喊了出来：“飞哥，你发现没？阿里好像对我有意思，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啊。”你看你那骚样，我都想吐了。你就自作多情吧，我怎么没发现别人看你的眼神不一样啊？你别上套了。你想啊，她们两个女生和一个船上的工作人员在小岛上生活了3、4年，谁知道发生过什么事？不过感情这种事情，你情我愿的，我也插不上手。你看你那搓样，人家也不一定能看得上你。回去睡觉了，大晚上喊我出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件事，可真有你的。不会的，我相信阿里，他不是那种人。结果还没半个月，我就被打脸了。华子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阿里的爱意。那天我们4个人在沙滩赶海，阿里和文文在钓鱼，忽然就听到阿里一声惨叫，我们立刻赶过去。糟了，是阿里，阿里肯定遇到危险了。阿里，你没事吧？阿里被蛇咬了，刚才钓鱼的时候，忽然窜出来一条蛇。啊，伤在哪里了？我看看。华哥，我的脚踝被咬了，好痛。脚踝，你别怕，我来看看。问题不大，我帮你吸出来。好了，回头休息休息就会好。我背你回去吧。我丢，真是舔狗，那脚丫子都黑了，不嫌臭吗？后来阿里发了2天烧，脸也肿了，老难看了，但华子却不嫌弃，无微不至的照顾着。第3天，阿里退烧了，2个人的关系更好了。小文也跟我们坦白了，掏出了一把手枪，并且告诉我是当初在海盗的冲锋艇上找到的。一开始跟我们并不熟悉，所以就没有告诉我们。对此，我并没有感到生气，很高兴你们能够坦白，以后我们便可以更好的相处了。只不过这把手枪你还是自己收着吧，我们有一把猎枪，毕竟岛上的其他小动物对我们也构不成什么威胁。只要大家团结，我们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还有华子，你跟我出来一下。飞哥，喊我出来干什么呀？华子呀，咱们在一起已经3、4年了，你和阿里搞对象没关系，但你要悠着点，注意分寸。我们岛上可没有接生的条件，到时候可别害了阿里。飞哥，你想啥呢？我和阿里那是纯洁的感情，别把我想的那么龌龊好不好？你悠着点吧，如果你真的喜欢他的话，那就要对他负责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那我回去了。不知道华子能不能把持得住？其实不得不说，在某些方面，女生还是非常厉害的。论求生技能、工具制作、体力活，女生可能不如我们男人，但一些生活起居、精细的手工活，简直甩了我和华子几条街。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，我们将小木屋重新推倒又重建，因为每隔几个月，这座小岛就会有大风或者大雨。通过交流，我也知道了他们之前的职业。阿里是一名护士，而文文则是一名游泳教练，结过婚，还有2个孩子。我也有想过大家住在一起，但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。毕竟男女有别，万一发生点什么，那就不好了。毕竟沙雕小道士还是很纯洁的，可不能因为我而败坏了名声。还有就是坤坤，坤坤已经不和我们住在一起，因为坤坤现在的个头比我还要大，但还是那么肥肥憨憨的。只是这个家伙太没出息了。本来我觉得他应该是一头青年棕熊，求偶应该没有难度才对，但结果没有雌性棕熊愿意跟他。我渐渐的意识到，会不会是我的原因？因为坤坤从小就跟我们在一起，已经4年了。我相信坤坤身上一定沾染了某些人类气息，而且天天不用捕猎，我感觉他失去了棕熊该有的野性，太温顺了。为了让坤坤重拾野性，我不得不狠下心来，将他独自丢在山林之中。然而，让我更加没有想到的是，3个月后，阿里开始有了呕吐反应。那个阿里，你不会是怀孕了吧？大概是真的。我这可怎么办啊？我操，华子，你看你干的破事！哎，这茫茫大海上一座孤岛，到时候孩子怎么接生啊？我也没想那么多啊，我在之后的10个月内，阿离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，那段日子可把华子给累坏了。为了方便照顾阿里，华子打猎和种庄稼变得特别卖力。其实还是好在阿里自己是一名护士，基本的医学常识不在话下，对于生育这块的事情也了解一些。接生的时候，华子和文文在屋子里忙得团团转，我在外面也是心神不宁，最终有惊无险的产下了她和华子的小生命，是个女孩。我当爹了！哥哥，你看我多幸运啊！这荒岛上这么恶劣的条件下都能当爸爸，你以后就是孩子的干爹了呀！哈哈，咱们去给小安捕猎，今天晚上咱们吃烤全羊。其实看着他们一家3口幸福的样子，作为哥们，我还是替他感到高兴的，也希望他们能够一直幸福下去。为了让华子更好的照顾母女，我把自己的小屋贡献了出来。我在海边重新搭建起了一座木屋，如果有台风什么的，我就去山上，平时就在山下，也乐得自在。华子和阿里他们也经常来沙滩赶海，咱们5个人在这片岛上，虽然不是好条件，但过得还算清闲。干爹，来追我呀！文文大姐还是原来的样子，平时任劳任怨，干活非常勤快，无微不至的照顾着大家。而她手里的那把枪早就交给我了，因为他们在山顶也用不到。而华子在有了女儿之后，也变得成熟稳重了，
有了孩子之后，的确是会加速一个男人的成长。每次我看到华子抱着小安的时候，一脸慈祥的样子，让人难以言喻。我有些怀念我和华子当年在荒岛上闯荡的日子，一起欺负猴子，一起抓羊，一起抓蜂窝，抓龙虾。可惜在华子有了孩子之后，我们就再也没有一起干过。仿佛一瞬间，华子变成了大人，而我还是一名少年。可能这就是人生吧。我算了一下，小安这个时候已经4、5岁了吧？不然怎么能跟你玩游戏呢？那你们岂不是在荒岛上已经待了9年了？你说的不错，准确的说，我已经在这座荒岛上待了9年了。哎，我慢慢的习惯了荒岛的生活，在岛上生活的非常舒适，没有环境污染，没有清晨起床的闹钟，也没有职场上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，更不用担心下个月的房贷能不能还得上。我时常在想，如果回到人类社会，难道会比这里更舒服吗？我第一次陷入了困惑，我对离开的信仰产生了动摇。第二天一早，准备出去打猎，搞一只野鸡回来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发现我的小木屋门口居然站着3个人，我立马扔掉野鸡，钻进林子里观察着他们。当时我的第一想法认为他们是海盗，但后来观察了一阵，发现并不是，因为其中一个人穿着警服，而且很像我们黄种人。于是我壮着胆子从林子里走了出来，我将手枪上膛，并没有去通知华子他们，因为我不确定这些人是不是坏人，毕竟山上还有2名女士和小安，如果是凶残的人，开枪也能起到警示作用，提醒华子他们这里有危险。Hello, how do you do? Hello, who are you? Why on the island? I am Chinese. Please help me. 啊，你好，中国人吗？你好吗？啊，对，我是中国人，我叫刘飞，遇到海难被困在这里了，你们可不可以送我回家？可不可以帮帮我，或者联系一下我们国家 ？Sorry, I can't understand. Can you speak English? 糟了，他们听不懂我说话。哎呀，我操！为啥上学的时候不好好学英语？当时多学几个单词就好了。那个，等等我哈 ，Wait for me， 一定要 Wait for me。过了1个小时，我把华子和文文拉到我的小木屋这里。华子也很激动，但这家伙也是一个学渣，但偶尔也能说几句。全程只有文文会说英文，和他们流畅的沟通，而我就是我们这群人中文化最低的。交流了大概10几分钟，他们那群人便离开了。他们属于俄罗斯潜艇队的，在这里执行任务，没办法带上我们，但是他保证等任务结束之后，一定向我们的国家反映这件事的。看来我们有希望获救了呀！哈哈哈哈哈！那天我们很开心，因为这群人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啤酒和面包。这些酒的度数有点高，辣舌头，但尽管如此，我们依然很开心。大家都在庆祝我们即将要离开这座小岛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后来真的就有船去接你们了？大概什么时候呢？大概是过了半个月左右吧。那天一艘游艇开了过来，一人是驻印尼大使馆的工作人员，一名是中国籍海上警察。我们几个人都激动的哭了。接近10年了，10年了呀！鬼知道我们有多么想念家乡。后来大使馆的人说，要向上面汇报一下情况，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的，让我们几个人准备一下。最快明天，最晚后天就会有船来接我们回家。哇，真的是太让人激动了！原来你们就是这样回来的。是啊，今天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下午还有点事，就先走了。如果大家对我的荒岛生活感兴趣，可以多多关注沙雕小道士，他已经将我的故事改编成一部动画片了，网上可以搜到。好的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的发布会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呀！咱们《荒岛危机》这部剧今天呢就算正式完结了，感谢各位道友的支持和分享，才让我们的作品越来越精彩。可能是大家比较忙，所以很遗憾，只有下面几位道友提供了返场录音，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想对大家说的话吧。尊敬的道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天江雨木，在《荒岛》的这部剧中饰演的是大黄。我很喜欢道长的作品，非常荣幸道长能给我这次饰演的机会。祝道长的视频越来越好，祝道士团的大家新年快乐，一帆风顺，离自己的目标更进一步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心脏，在最新的剧里面饰演的是一串土豆，然后在这里的话也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然后也祝沙雕小道士越做越好，祝道友们永远不死。大家好，我是好帅鸭子，在《荒岛危机》这部剧中饰演的是鸭子这一角色。鸭子的结局和华子一比喻真是天壤之别，所以鸭子可以被烤，但是华子必须要死。要2024年了，祝大家在2024年中平平安安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。也祝道长的粉丝越来越多，视频越做越好，爱你们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人鱼公主胭脂。在这里呢，感谢道长给我安排的这样的一个角色，希望下次道长能给我和依然安排一个比较喜庆的一段角色，好吧？好了，就说这些啦，拜拜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云岩，在荒岛这部剧中扮演的是山羊，很高兴道长给了我这个参演的机会。祝道长小哥哥的视频越来越火，给3连的道友们也身体健康。大家好，我是勇士之力，这次扮演的角色是不说话。在这里感谢大家对沙雕小道士的支持和关注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